朋友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走入澳洲频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新州欧本警局的多元文化联络官王淑芳王警官做客到咱们的频道，做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天。王警官好。嗨，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聊的就是华人社群啊，华人的网友对澳洲警察的一些迷思，或者是一些好奇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有的这个网友说，有的时候出了这个交通事故，警察不愿意到场，但是呢，邻里之间发生了纠纷，或者是哪里有家庭暴力了，警察一出动就是好几辆车，让人有点不理解，感觉是在浪费人力。好，那针对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第一，警察如果在车祸现场的话，会出现只有几种情况。第一种，肇事者逃了，第二个呢，就是对方呢是因为喝酒啊，或者是嗑药啊撞了车子，酒驾嗑药撞了人。第三当然是撞了人，或者是车子不可以，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人呢是受伤了，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时候。对，就这几个情况之下，警察才会到场。在澳洲驾车呢，你必须要买一个 CTP，第三方的保险。因为有第三方的保险，都会由保险公司去处理，而不是警察来处理。很多的国家都是警察会出现，然后呢去量、去问问题或者什么东西。在新州，我们只有在这三个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出现。所以你可以打电话，然后他会问你有没有人死亡，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进医院啊？有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辆车来啊；没有的话呢，请你们就打电话给你们的保险公司呗。家暴，然后呢，邻里吵架呢，是有人命关天的一个现象出现的。因为不知道说那个家暴呢，就两方面会不会动手打架，所以变成说呢，就会碰到说我们警察会出动，直接去到那边去做，因为这是一个现在发生，而且有可能会有人受伤或者有性命危机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变成说你会看到我们这样子跑过去不要因为说我就说我受伤，那你可以来我车祸好了这个属于虚假报告。既然你驾了车，你也有自己的责任。在澳洲呢，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有两种情况呢，你往后面撞不是后面撞的人的错第一个情况呢，就是你没有打灯闯了进来，行车记录仪呢告诉我们说你那个错呢就回到你，因为你没有保持3秒钟的距离。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叫做 pedestrian fault， 不管是人、小朋友、老人，就是完全没有看车子，冲，然后呢跑出来，车子撞上基本上错在那个行人。希望就是通过这样子呢，普及一下大家的知识。对，我们看到那个网友说，警察在遇到这种交通事故不到场，原因一个是出警成本太高，再一个是澳洲警察太少，管的事儿太多。人力成本也不是这样子算，只不过是说，因为警察这里的司法程序呢比较复杂，也比较细。他有不同的部门去做，只是车子受损什么东西，这个是保险公司的事情，完完全全不跟我们对分得很清楚。所以比如说你打电话叫警察来，警察也不会告诉你，这个本来就是保险公司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说他一定是因为成本太高，他出来然后呢他要量要什么东西，也不是警察的事情，这个是 IMS 的事情。量的这些东西呢，这个钱呢是2个司机必须得付的钱，而不是警察免费或者是说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当时车祸有伤亡，我们警察才会做的。那么呢，如果说我们警力很少，我们警力确确实实很少，这点我不可以反驳。我好像上一个视频有稍微说过，对不对？我们全部的警力呢，如果没记错的话，16000个警察，我们澳洲呢有500多个市政府，基本上一个警察队大概1万人吧，应该算是警力不足可是我相信澳洲相对其他的国家呢，犯罪案率呢没有这么高。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愿意来参加警察的这个行业，基本上工作也很多派的地方不一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警察局有特别多的人，或者那个警察局有特别少的人。像我们警察局呢有分等级，我们澳本呢属于1级，我们的人呢相对来讲呢就稍微多，通常多3%。1级就是案件多少，一年要处理多少案件，这个级别还是低点好。这个
级对越低越好。可是你这级越低越好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人少了，你3级的警察局，你人手呢也相对也不像1级需要的这么多，他就派你刚刚够。那也就是说，每一个警察呢，可能要做的东西很多，像那种入室盗窃，他既然是侦查组去做的，在我们澳本呢，是最年轻的那个警察Go you know you do 明白了怎么可能是我们的那个 P1 警察去做入室盗窃？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一个警察局跟另外一个警察局它的等级呢不太一样。好的，谢谢王警官。那我们看看下一个迷思啊。网友说，澳洲的巡警每周工作3天，1天12个小时，然后可以休息4天。说澳洲的警察真的挺悠闲的，还可以兼职做个副业。第一个呢，因为我刚刚都说了，警察局分等级，有一些局里的警察呢，因为工作不多，所以他可以去做副业。他是侦查组，下面有足够的警察呢，他可以去做交车师傅啊，他好像不可以做保安人员，可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可是12天制呢也分那个警局，我们澳本警察局呢，所有的5职都是12小时，而且4天工作。他的4天3天呢是怎么分呢？每一个警察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工作38个小时。怎么分呢？如果12这一周呢，他可能就是做4天，那你12乘4的话呢，那就48个小时，那多出了10个小时。那他下一周的话呢，他就做3天，因为12乘3呢才36个小时，他少了2个小时，4天来恢复的。而且呢，他们做4天的时候呢，一定要2个早班2个晚班。又是有规定的哈，有规定的。当然，如果你是3级的警察局呢，如果不需要这么工作的话，他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充裕一些。他也不是说悠闲，可是就是限定，就是每个警察呢就是38个小时。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一个班到另外一个班，他中间必须要有10个小时的那个休息时间。他必须要算得很清楚，说这个同事跟那个同事，因为我们警察通常都是两出去的，做那个统筹的那个文职同事呢，实际上很头痛的。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网友的迷思，他说在路上看到巡逻的警察身上带着枪什么的，但是呢他看到不少警察的身材可能是比较胖，就担心他们不能够在有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反应敏捷制服歹徒。你看到比较胖的那些警察哈，你看看他的那个岗上面，如果上面有星星的话呢，他永远坐办公室的。他不是说第一线制服歹徒，他不是前线员。然后呢，那种呢有3条廊的，还有1条划线呢，他也是坐办公室的，他不一定需要出去啊。身材很苗条的，你注意看，全部都是只有1条岗而已。可是所有的警察呢，每一年都必须要去做射枪的那个考试，所以他的射击的那个程度呢也不是太差。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体格训练，如果是一岗的都是2年，然后呢就是再上去的呢就是3年。那他们的要求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体能测验，他必须要过。他如果不过的话呢，他的升级还有加薪的程度呢会越来越慢。说他级别再高，他也得过这个体能考试。对，他得过体能考试。可是就是说，你的级别越高的话呢，你的考核的时间越长。因为工作大家分配的种类不同，所以要求也不同。对，3条岗的那些就是sergeant呢，他很少呢就是需要在外面去做的，一定是1、2。还有1条线的，通常那几个呢身材很棒的啊，他绝对会跑得过你。OK， 不用担心抓不着坏人。那我们看下一个啊，就是很多华人网友都说，澳洲警察的信条，他们通常是在正式工作之前都一直是被教育说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我看到有一些网友总体下来评价是说，警察有一点置身事外见死不救啊，有点这个情况呢，不只是澳洲警察，连所有的那些紧急服务呢，我们被教到的第一个做法呢，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变成第2个受害者。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如果去到一个现场，
在评估整个现场的危险性，认为说我会变成了第二个受伤的人，那么呢我一定会打电话叫支援，然后呢我才能够进去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说在我的风险评估里面，当我不能够去制服或者去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一定是这样子做。这跟是不是澳洲警察没有的，所有的紧急服务呢都是先这样子做。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如果因为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我受了伤，那也就是说我这个警局呢就少了一个人。那我少了一个人，我之后能够帮助人的那个频率呢，那就很少了。再来一件事情，我不可以随随便便打枪啊！先普及一下大家的一个认识，除非他的生命或者其他人的生命受到了危险，如果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不能够拔枪，他自己一个人徒手呢是解决不掉这个打架的事件的话，他必须要打电话给后援，他有自己的一系列的就是工作的规范，他不能够超过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一次拔枪，我们还要写报告说为什么我要拔枪。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网友说，他曾经在路上遇到假警察。这个警察呢是把他的车拦下以后当场开罚单，要求他当场交钱，但是当时他说我没钱，没现金。这个警察说加油站旁边有一个 ATM， 你现在就去取钱，还带着他去把钱取了。他交了以后回去越想越不对呀。后来他才觉得自己应该是遇到了假警察，肯定是假的。我现在马上说是假的，不用想。为什么？如果正式的警察呢，他一定会有一个牌，不同颜色的牌，然后呢，他必须要有一个证明书，他那个证明跟我这个不太一样，他们身上的配件还有旁边的徽章呢也是不一样的。像我的呢就是只有我这个工作的牌章，他们警察呢还会有警察的那个徽章什么东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警察他可以当场给你罚单，可是他不可以要求你当场给钱。他如果要求你当场给钱的话，你省之乎可以拒绝，你可以跟他直接说，那我现在没有钱，那你出一个法庭的单子给我，按照法庭的单子，然后呢给钱，不用怕他。如果碰到这样子，肯定是假的。好的。还有一个就是网友说，如果警察来访，比如说要到家里搜查，因为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爆出来是说也是有假警察敲门以后说要去搜你家，他那个如果说没有搜查证的话，一定是不能进的，是吗？没有，他可以问你，可以问你说我可不可以进来搜查，可是你可以拒绝。这边说他进来你家的时候，那你可以直接问他说你的那个搜查令在哪里，那你可以直接跟他拿。如果他没有搜查令的话，你可以拒绝。那如果有，是不是就只能让他进了？当然，因为那个是法庭给的那个档案。很多华人呢就说了，我看不懂你手上写的那个东西。English I don't know。你可以要求就是说让他们在外面等，找一个人跟你解释一下那张单子是什么，也可以通过131-450这个就是翻译转接，然后呢跟他讲说我现在通过一个翻译转接，他可以直接告诉你做这样的东西。如果这个 V 加邻居会讲英文的去抓他过来，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而且搜查令呢当然可以仿冒啊，可是上面的徽章啊，应该的那个格式啊，什么东西都是在那边的。OK。而且呢，他所有的搜查令呢，下面呢还有一个电话。他下面呢会问你说，如果你对这个搜查令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打什么电话，然后呢去做。然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地方法官，你这个搜查令是不是由你们出的？核实一下。对，核实一下。你省之乎就打你最靠近的那个警察局，他就问他们说，他现在要来搜我的令，他说他有那个搜查令，真的假的？然后那就可以了。所以接电话的那个警察要去查一下，就是电脑可以直接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搜查令，是他们今天在执行当中。这边他说你可以不给他们进来。还有一个网友他是问说，可以在澳洲做特警吗？那特警呢，估计应该是我们专门的小组，就是专员，什么家暴专员啊，就是谋杀案专员啊，都可以。可是就是说你得先经过那3年的训练，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再延伸上去。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网友也很关心啊，说在澳洲做警察危险吗？应该不会吧，我们澳洲好像排名就是前面10名最安全的国家啊，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排名前10名最安全的国家。所以变成说在澳洲当警察呢还好，有些警察呢穷极一生都没拔过枪。谢谢王警官解答了我们华人网友华人社群这么多的迷思。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样的好奇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写
那我们以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讨论你关心的问题。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新州欧本警局的多元文化联络官王淑芳王警官做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好，谢谢您。那下一次再见。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们随时更新节目，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消息啦。那我们就在下期视频当中再会吧，拜拜，好，拜拜。